OK， 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现在来为各位讲解这个剧照第14回的第24、25、26、27这4个题目，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回的第3篇文章。好，那么这篇文章呢，我们在看第一遍的时候，好，你一定有一个预感，就是这篇文章的长度算蛮长的，对不对？好，还有就是文章里面讲的东西好像是讲了历史，讲了劳工议题这种社会学的历史，很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又长又不是你自己平常熟悉的领域，对吧？好，那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用紧张，就是遇到长或者题材不熟悉的文章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以抓主轴而不是抓细节为主，所以接下来看的时候不是叫你跳过细节，而是说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以去用态度来抓 ，OK， 用态度来抓整篇文章的大意。好，而不是说今天是让自己花太多时间在细节上面。好，那我们就来看，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思维来做的时候呢，我们整篇文章主要用态度可以分成哪几个段落？好，第一段是有讲2个态度，我这边用红色跟橘色一样把它标起来，不同的态度。好，劳工阶层认为怎么样呢？1938年，劳工阶层认为所有劳工都应该要有健康保险的保障。可是今天医学协会，就是这些医生们认为说，今天这个医疗保障应该是要回归自由市场的机制。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等一下好。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泾渭分明了。医生认为说这个医疗市场要自由，但劳工认为我们要一致的保障所有劳工，要政府来管控。OK， 好，那接下来呢？下一段这个绿色的地方，你发现一件事，他一开始第一句话跟你讲说，其实劳工的立场怎么样呢？跟过去的立场不太一样，还要转换过。OK， 好，说跟过去 AFL 所持的立场是不同的。好，那后面就开始解释过去的立场是什么。过去 AFL 就是代表劳工阶层这些人，这个劳工协会的立场是什么呢？说其实上不应该怎么样。好，当时其实就有一个法案 ，AALL 提出一个法案，说全国的劳工应该都要有全国健保，但当时的劳工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今天如果强制一致性让所有劳工都有健保的话，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会让政府介入劳工。好，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企业可能会因为员工的身体不健康而故意怎么样呢？故意来 discharge 他们，就是故意解职他们，这时候就伤害到什么劳工的权益了。OK， 好，那接下来这个这个蓝色的地方可能是大家难以理解的地方，好，因为他的态度又转了一次。好，这个蓝色的地方说，虽然今天这个AFL 这个组织是反对政府去介入劳工的健康，好，但是他们有什么？他们有一个 exception，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例外，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什么样的？如果今天是所谓的受伤劳工或者是童工的话，基本上政府是可以介入的这样子。好，来，你们发现一件事，这个地方就很像是我们常常讲的什么全自助餐，对不对？什么全自助餐，就是说今天，比如说男权自助餐好了，你今天又要男生怎么样的？好，又今天男生可以享受男生的权利。又不用去尽到男生的义务 ，OK， 好，这就很像是我们平常讲的什么男权自助餐一样的概念 ，OK 哦，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这样态度就是他今天不希望政府去管劳工，但是又希望政府来照顾劳工的权益，不希望政府给每个人劳工保险。因为怕怎么样？怕今天雇主借此为由来解雇一些不适任的劳工，来解雇一些有身体有残疾劳工，但是又希望政府主动去照顾某些有残疾劳工或者是童工的权益。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希望政府不要管我们，但又希望政府管我们这样的概念。好，就这边它其实是什么？跟前面这2个态度其实自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它都是同一个 AFL 的态度。OK， 好，你就可以理解是什么？好处我都要拿，但是怎么样呢？坏处我不愿意承担。类似这样的概念。好，那最后这个地方出现什么？出现说今天呢，这个 AFL 里面分出来有一些少数派，有一些 outsider， 他们其实上什么？他们其实上跟这个 AFL 里面有不同的意见。好，那这个不同的意见怎么样呢？后来就转换成了什么？就慢慢越来越壮大。好。慢慢越来越壮大之后怎么样呢？反而改变了整个组织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组织里的少数派，他慢慢取得更强的支持。这个少数派最后反对了这个组织的主流态度，把这个组织的态度颠覆过来，所以立场就转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绿色、蓝色跟这个紫色这一块都在讲的是什么？他原本的态度。跟他原本态度里面的一些少数派，以及怎么样呢？最后这个少数派如何壮大，再扭转这个组织原本的什么最一开始的立场。所以这一大段都在干嘛？都在解释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这些立场会转换。好，所以在看文章的时候，其实注意哦，我们在看文章不是只有去读故事而已，我们是一直在抓说这些东西它到底想要强调什么东西。好，这3个段落看起来只是在讲故事，可是你要记住，故事开头的地方
方的那个立场，就是这后面的故事所要去 elaborate 的目的了。OK， 好，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哦，你后面讲的这些 AFL 原本的态度，你都要想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态度，他其实是为了要铺成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旧的态度会跟这个新的态度的出现转换？他后面讲这个 exception， 跟他后面讲这个里面的非主流派，跟这后面讲的这个非主流派的分裂，以及最后的壮大的目的都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在于说，今天要强调是这个组织的态度为什么会转换。OK， 好，所以你要记住，看文章的时候不能被好文章傻傻带走。如果看到这种流水账的文章，你觉得很难去抓重点的话，就是注意看流水账文章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它可以帮你前后串联。第一句话在告诉你说，今天新的方案跟旧的新的立场跟旧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你看这个最后一句话是不是也告诉你说，这个什么这个 AF 有它转换的立场。好，像这种流水账的文章，通常文章作者在写的时候都会故意让它首尾相连，让中间的东西可以聚焦。所以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首尾相连的地方，你要检查一下开始流水账的开头跟开始流水账的结尾，你可以帮助你自己主旨题不会跑掉。OK 哦，好，来我们来看哦。像这个题目哈，我们来先看第24题这个地方。好，第24题你可以看到一件事，这边呢，他问的是说这个 voluntary review held by the leader of AFL。好，这个就是指的是 AFL 原本的立场哦。那可是今天你会发现一件事，像这东西一看完就讲说大事不妙了。什么叫大事不妙？文章里面 AFL 几乎是整篇文章都有出现，对吧？几乎是整篇文章都有出现。好，然后再来，如果我们更缩小范围讲的是 AFL 的旧立场，其实这个缩小也没有到很小。为什么？从这边一直到这边，然后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地方，都是在讲这个主流当时的 AFL 的主流立场。你有发现回去文章看到这个字就觉得印象不妙，然后回想一下，发现文章里面讲到这个旧立场呢，是占文章超大部分的。你觉得你这时候回去看会不会浪费时间？很浪费时间，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有同学就有2个做法。好，很多同学会采用2个做法。我们来讲实战中，如果是你过去你会有什么做法？你可以回想看看你刚刚是不是这样做了。好，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好烦哦，不想看，直接用印象来选了。这种时候你就有很大几率会选错或犹豫 ，OK？ 那等到你犹豫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再回去再重看一次？这种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一题做得很乱、很浪费时间？会。再来第二种可能就是什么？第二种可能就是你觉得说好，那我不要靠印象，我还是要踏实一点，我还是要回去文章里面去看资讯。所以这时候你就会选择看完题干之后，回去文章赶快把这个地方老老实实读过一遍。读完那遍之后，再回来看，就发现一件事：糟糕！我刚刚读的时候呢，我刚刚读的时候觉得说，今天大概可以理解，看完之后再回来看，就发现一件事，你看每个选项的时候，你都忘记了刚刚文章里提到的细节是什么了，这时候你还要再回去再看一遍。那我问你，刚读一遍，第一遍是读心酸，来，所以你们发现一件事，现在 Dustin 我们来帮你检讨的不是这个题目，而是在检讨你考试中遇到这种题型的时候会出现的问题。什么样的题型？就是当今天题干有定位字，有定位字给你，可是这个定位字给你却发现文章里面这个范围非常非常长，这个时候你刚刚的那2步都是没有效率的，而且会让你整个做题会比较慌张的。所以我们现在检讨的是下一次实战中你要怎么样改变你做题的流程跟心态。 OK， 好，来，从现在开始要听清楚哦。好，以后你如果遇到这种题目，就是什么题干里的定位字不仔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今天虽然今天题干也给你定位字，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回去文章想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定位的明显一点，或者你忘记定位点了，甚至更惨的是题干什么字都没有给你，他只问你下列何者为正。这种时候你要做的事情不是靠印象来选，因为很容易会选错，会让自己乱掉，而且你等一下还会忍不住回去看。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也不是说傻傻的回去重看一遍你刚刚定位到就是那个大部分的内容，像这种范围比较大的定位题，比较分散定位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要先看选项再回来看文章。什么意思？这个题干的范围很大，但是选项的范围一定很确定，我们用选项的资讯来回去文章定位会比较快。 OK， 所以像刚刚这个框出个大范围，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先回来全部读一次，你是先下来看选项，问自己这个选项强调是什么。比如说 A 选项强调的是这2个组织之间的观念，有没有相反，我们就回来看到底哪里出现这2个组织来 check。 AALL 在这个地方， AFL 在这个地方，就发现他们之间怎么样呢？的确是什么 opponent 的关系，所以这边先保留住。好， B 选项看到这个地方说什么？大部分的人有没有同意？注意选项里的极端用字。好，注意选项里的极端用字，就回去文章看，发现说他其实根本没有讲到主流社会有没有同意。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什么？过度推论了。好，再来看到这个 antagonize 这个态度，以及这个 AMA
就检查一下这两个态度有没有对在一起，就发现提到 AMA 的地方在哪里呢？根本没有在这边提到 AMA， 对不对？好，然后在后面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一件事，提到这个 antagonize 也不是对着 MNA 的，而是对着 Gumper 这个人。Gumper 是前面的 AFL 的领导者，就发现这个地方是什么？态度错误了，态度的对象错误了。好，然后再来 do 选项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看到这个 preferable 两个东西的比较，我们来看比较是谁跟谁比，是 employer 跟 union wrong 来相比。但你发现，在讲这个主要态度的时候，这一大段里面都没有提到 union wrong， 是在后面才提到 union wrong。OK，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也是无关比较。好，然后再来一选项，你可以发现它是谁跟谁比，它是 child labor 跟 adult worker 来比。好，但问题来了，文章里面提到 child worker 的地方，其实它也没有拿去跟什么一般的 worker 来做比较。OK， 好，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往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今天你做题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题流程。所以很多人过去检讨这个题目，都检讨说故事内容对不对？这是错的。为什么？你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同样的故事内容不会再出现了。现在重点是在于说，你下一次的考试，你要现在回去检讨你刚刚做题目的时候为什么慌张，为什么没有方向？就像刚刚Dustin帮你做检讨一样，就是刚刚做题目没有方向，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定位点不明确的题目，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对？这种时候既浪费时间，又有可能会怎么样呢？一紧张做出错误的决策。所以下次就知道，遇到定位不明确的题目的时候，先看选项，从选项里的关键字跟概念下手。比如说选项有提到谁跟他的关系，那就是回去找那两个地方出现的地方。选项有提到什么强调极端用字，回去看有没有强调出现。选项有提到态度，回去看态度对对象对不对。选项有提到比较的时候，注意文章里面有没有相应的比较。这样做是不是就明确多了？这才叫灵活做题，这才叫做为你的下一题做准备。OK， 好，希望大家能够学习这种检讨方式，而不是只是在像网络上一样检讨故事内容。好，你要做的是从题目返回来去修正你自己的解题流程跟心态，而不是只是跟着题目走一遍故事而已。好，回想一下你过去读书会的这个 RC 的讨论，回想一下你自己 RC 的检讨，你有没有发现过去你的检讨都是在为故事收拾，但是没有在为你考试的时候的实战做心态，做这个整个解题策略上的调整。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25题的地方。第25题的地方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一题是主旨题。好，你要记住，主旨题的做题流程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先回想一下这篇文章里面作者有没有态度。就你发现一件事，这篇文章里面其实作者都是处在一个什么语气？处在一个叙述的语气，对不对？叙述说两派不同的立场，在叙述其中一派其实曾经改变过立场。你会发现他都在讲述的是事实，对吧？讲的是故事的背景，或者是现在的这个立场的转换。OK， 好，所以有立场的是那些人，但是作者本人他其实是站在一个叙述的角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注意，当作者态度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检查有没有第一个动词是明显表态度的字，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了，因为这是主旨题非常喜欢出现的一个混淆选项，叫做故意把作者表叙述语气没有态度的文章，故意推出一个很明显的作者态度，所以一选项我们可以先删掉了。好，再来第二层，其他4个选项你会发现作者的态度其实上呢都没有明显，就是没有明显违背刚刚作者文章或者没有态度。说 explain 也可以，说 outline 也可以，说 discuss 也可以。所以我们来看后面的第一个细节，后面第一个细节主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它的主题。今天我们到底在讲的是什么？好，来 A 选项先看这个 success 文章，看到这种有表示正面或负面态度的字，你就要回想一下，文章里面有提到说这个组织成功了吗？没有，对不对？他只提到立场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 选项是主题错误，我们把它删掉了。好，然后在 B 选项，文章里面有没有提到组织 reverse 他的想法？有，而且就是我们刚刚文章里面怎么样的，主要后面这一大段要解释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先保留。好，再来 C 选项这个地方，文章里面有没有提到 how agreement over a particular issue？ 有没有提到两个人的观念不同？有没有提到一个组织里面的就是怎么样的观念不同？有提到。先把它保留。Do 选项这个地方有没有提到说今天某位领导者用的想法？也有，先保留。所以你就发现，刚刚在删到 A 选项之后，看到后面的细节，看到 B、C、D 这3个选项好像都有提到，先保留。最后我们来看的是谁在文章里面的涵盖比较全面。这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件事，这个组织同不同意跟什么？跟今天这个 leader 过去是怎么想的？分别出现在文章哪里？分别出现在文章的过去的 leader 怎么想，出现在从这个地方到这边。好，然后再来后面组织之间的观念出现了分歧，出现在哪里？蓝色这个地方到紫色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2块东西在逻辑上都是干嘛？都是被夹在什么？被夹在这个态度跟这个态度来做什么？来做 elaboration。也就是说，今天讲过去的那个 leader 的想法，或者是讲后来组织的分裂，其实都是要为了证明，从这边开始讲的是说这个组织的观念为何会反转，一直到最后这个组织的观念为什么会反转，首尾相连。所以其实上刚刚讲的这2个什么，这2个 C 跟 D 的选项所讲到的事情，他们都是为了要证明什么，这个组织的观念为什么会反转。所以文章重点应该是谁？应该是证明组织的观念会不会反转，所以答案是 B， 而 C 跟 D 是所谓以偏概全的混淆选项。好，所以这题给你的 take away 就是第一个，做主旨题的解题流程就是先删明显的态度错误，这时候要注意作者的态度有没有出现，再去看大方向的这个主题的方向有没有错误。如果发现都有出现的时候呢，最后再来比较在文章里面它的逻辑关系。OK 齁，好，这是第25题主旨题的做题。好，再来第26题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好，这一题呢是作用题。作用题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成像是包 face 题一样，我们检查2个东西。检查什么？检查态度以及检查语气。什么意思呢？语气指的是主客观，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用客观角度讲，还是用主观的角度来叙述。好，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它讲的是这个 AFL 怎么样呢？当时好有去容许某些的什么 exception。OK， 好，来，这时候你们发现一件事。这个地方好，我们的语气是在讲当时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一个 view， 也不是一个 contradiction。好，来，再来这个地方，我们看跟前面的态度，好，跟前面的态度，它跟前面的态度是什么？是转折的。但是 A 选项跟 B 选项，我们来检查一下它是谁跟谁的转折。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转折是什么？是前面讲的是 AFL 不希望别人管。好，但是后面有讲的是 AFL 希望有某些例外，所以它其实上是自己跟自己自相矛盾，而不是跟别的组织矛盾。OK， 好，而今天怎么样呢？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也不是 advocate。好，所以你就发现像做这种什么，像做这种就是包 face，不是包 face 题，做这种就是作用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包 face 题的方式来检验。就是第一个，先看它的大方向，它的语气上是在讲什么。好，第二个再看什么？再看它跟前面的态度的关系是什么东西。OK， 这时候你就发现用大方向来看，它不是怎么样呢？它不是去评论前面的方法是错的，前面的 view 是错的，它也不是怎么样呢？它也不是去跟前面产生矛盾，它其实都是同一个立场，只是这个立场是什么？一个人同一个 AFL 的立场中间的自相矛盾，所以你可以说的是去提供证据，表示说今天 AFL 自己的立场跟自己是矛盾的。OK， 好，然后再来，它不是什么，它也不是跟别人不同的组织产生矛盾，它也不是什么，它也不是完全的相同，因为还有转折的字眼。好，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我们根据立场 ，OK， 好，以及语气。就是所谓的态度跟语气，我们可以来删掉这其他4个选项，最后答案选的是 C。好，这题给你的 take away 就是以后看到这种所谓的作用题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是它的语气，以及关注的是什么？它跟前面之间的关系。那跟前面之间关系，我们主要可以去抓转介字，像这种 yet。OK， 好，再来我们看最后这篇文章最后一题，第27题。好，第27题的地方，你可以发现这一题它的题干问的是什么？问的是 Gumper 这个人，他反对全国健康保险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下列何者？当然，我们回去文章会发现，讲到 Gumper 反对健康保险这边就非常非常明确，题干直接定位到是这边，但是后面有这么一大段，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就要耐着性子把它读过一遍。好，来。你要知道这个段落其实上怎么样呢？好，不像是我们刚刚那个超级长，占了文章1/3的，这个大概只有大概2到3句话，你可以把它耐心读过一遍。他说什么？他说 OK，Gumper 今天认为说怎么样呢？这个东西是在服务劳工，服务这个雇主不在服务劳工，怕说今天政府如果介入劳工的健康的话，那么今天怎么样呢？好，这种时候，雇主可能就会想办法利用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来去筛选一些不适任的劳工。OK 哦，好，所以他担心的是雇主借此侵害权益。好，当然如果你今天怎么样呢，理解意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答案
就是 do 选项了，对不对 ？OK， 但是呢，我们来看，如果你刚刚被其他选项混淆到的话，你觉得其他选项也通的话，你下一次要做题目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看选项的重点 ？OK， 好，你要记住哦。如果你刚刚是看完这个其他选项，发现说它没有问题，就直接把它删掉的话，那当然很好。但是不是没有问题，应该说完全不对就直接把它删掉，那当然很好。我现在要讲的是，如果你现在对 A、B， 刚刚对 A 跟 B 跟 C 跟 E， 你发现你会犹豫，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检验对错，你发现你好像读懂了，可是你不知道到底跟文章里面有没有关系。这种时候，我来教你再读第二遍。好，最后2选1或3选1，在筛选第二轮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检查？你要记住，当你第一遍无法删去，代表一件事。这句话你大概上是可以读懂的，好，不会说完全读不懂，只是说今天有一些小小的细节部分，就是一些逻辑的概念上面你会混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抓这些逻辑的概念，好，来去文章对照哪些概念呢？请注意到怎么样呢？注意到4个东西，第一个叫做比较，好，第二个叫做语气极端或全面，第3个叫做因果关系，第4个叫什么？表主观想法的 ，OK 好，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好，第一个看到比较的时候，我要回去文章检查，文章里面这边有没有提到相应的比较，就你发现说，其实根本没有在比较2种保险，也没有在比较2种保险的便宜或贵，所以这叫无关比较。第二个，看到极端的时候，检查文章里面有没有去强调这个范围，就发现文章里面根本没有去强调大部分或少部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这就是过度的把那个范围扩张，叫范围的过度推论。好，再来看到因果关系的时候，检查文章里面最后的因跟果有没有对应到。结果我们发现一件事，今天文章里面的确是有因果关系，的确这一连串到最后是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到最后其实是什么？担心有些劳工会被解职，所以这时候我们发现 C 跟 do 是对到的，但是 C 选项说担心雇主减少什么？减少福利，这是文章内容没有出现的。最后E 选项看到 should 的时候，它是表建议，对不对？看到这种特殊的主观语气，我们就要去想，文章里刚刚的语气有表建议吗？并没有，它就是一味在反对，它并没有去建议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语气的错误。OK 好，来，这时候你就发现了。就是今天 Dustin 在这篇文章里面给你的，就是几乎涵盖了所有阅读题型的做题方式，涵盖了阅读的所有的障碍，包括好，这边我们来做个总结。好，第一个，这个文章里是长文章，也是你不熟悉的文章，我们要怎么去阅读？我们要怎么抓架构 ？OK，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当今天文章当今天出现的是什么？出现的是主旨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题？我们的做题流程以及要注意哪些事情 ？OK。第3个就是什么？第3个就是遇到的是好作用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检查？对不对？我们都有做题流程。第4个就是遇到一般的细节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避免混淆选项？要怎么在看第2次的时候知道这个选项来过度推论的地方？最后一个就是，如果遇到是细节题，但是这个细节题它的定位点又很长很不明显的时候 ，OK， 我们要怎么去好节省的时间，并且怎么样呢？好让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好好的做题 ，OK， 好。所以你有发现这一题其实涵盖了，不管是看文章会遇到障碍，或者是做主旨题、作用题、简单的细节、难定位的细节所会遇到的各种障碍。好，所以各位可以从刚刚你做题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好，回来看你要怎么去解决。好，这就是 Dustin 在拍这个解题影片的目的。因为今天好，我们在看题目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像是看到答案再回来去想，好，再回来去想故事为什么错。我们其实是要多想一层，要想的是什么？看得更远一点，要想的是你下一次要怎么解决问题。那希望今天这部影片有给大家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让大家知道下一次你要怎么解决问题。好，那就先这样咯，拜拜。